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不太一样的硅脂评测。就除了测试硅脂本身的这个性能之外啊，还要做一个有关硅脂的耐久性的测试。更准确的说呢，这将是一个系列的测试视频。今天呢，算是这个测试计划的一个启动部分。上一次呢，我们做硅脂类的这种评测视频啊，大概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啊。虽然这期间呢，我们内测过很多各种各样不同型号的奇奇怪怪的导热材料啊，但是并没有发评测视频出来。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测试方法问题。目前最多的这种测试方法都是上机测试个10几20分钟，然后呢就给各种型号呢来一个性能大排名的这种测试啊。只能说让大家初步去了解不同型号的硅脂在刚上机的时候它的性能差异，有参考意义。但是对于硅脂长期使用以后的性能表现是测不出来的。尤其是说那种对比测试的型号呢又都不错，然后上下呢测出个1到3度的这个左右的温差，其实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啊，实际上机使用的过程中啊，可能是不容易感觉到。但是硅脂的另一个指标，也就是耐久性好不好，反而呢是对用户的使用体验影响更大的。如果硅脂呢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明显的衰减，会产生比如风扇噪音变大呀，然后笔记本的这个键盘烫手啊，甚至游戏卡顿掉帧啊等等，就绝大部分用户在这种情况下都能明显的感知到。并且啊，随着这2年的这个芯片功率啊越整越大，对于导热材料的这个要求呢也是越来越苛刻。就你是否耐久已经成为了一个甚至我认为甚至比性能更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期间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琢磨就如何在还原用户真实使用场景的这个前提下，既能把硅脂的这个性能对比出来，又能相对准确的把它的耐久性呢也测试出来，并且呢还要相对快速的去完成这个工作啊，也不能真的去测上个1、2年是吧？这个变量太多也不准确了。这期间呢，我们也请教了很多导热材料行业里的专家，给了我们一些建议，结合我们自己的理解呢，总结了一个新的测试方法出来。先说结论啊，这个方法呢，其实就是找多台我们这个不同型号的电脑，在控制好各种环境变量的前提下呢，烤机15天，然后通过我们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啊，来控制这个IDA64和甜甜圈，让他们呢在烤机8分钟，休息2分钟，然后再烤机8分钟，再休息2分钟，然后这样呢一直循环下去。15天的时间呢，大概可以进行2000多次的烤机，大概2100次左右。通过这种间歇性的循环烤机呢，不断的对这个导热材料呢进行反复的这个高低温冲击，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烤机的2000次以后的这个温度啊、功率啊这些数据呢，和刚上机时候的这个温度、功率啊去做一个对比，就能在这个有限的前提条件下呢，相对准确、相对快速的来量化一款硅脂的耐久性到底好不好啊？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同型号的参照对比出来。这个方法呢，总结成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简简单单烤机2000次。前面说的这个间歇性烤机的这个方法呀，可能有的小伙伴会有疑问，为什么不直接点一下开始，然后半个月以后见，这样岂不是更苛刻、更准确？其实不是。就是我们不是说怕把这个电脑持续烤机给烤坏了啊，这样间歇性烤机测试，它这个学名呢叫 Power Cycle 测试啊，就是功率循环测试。很多国际型的这个导热材料厂商啊，都会有类似的这种测试方法。之所以进行这种功率循环测试啊，跟硅脂失效的2个最主要的原因有关啊。我们简单说一下啊，虽然可能是有点枯燥，但是这个很重要。业内呢一般把硅脂失效呢归纳为2个原因，一个呢是 pump out， 一个是 dry out。先说这个好理解的 dry out， 看英文呢也能理解，大概意思呢就是材料变干，润湿性变差了。材料的结构呢不够稳定，反复的冷热冲击之后啊，硅脂里面的硅油和导热填料，比如这个氧化铝、氧化锌呢这些东西啊分离了，就变干、变硬、开裂，甚至粉化，进而呢导致硅脂材料呢润湿性下降，界面热阻上升，导热性能呢就会出现急剧下降。这个现象业内称之为硅脂的 dry out， 产生的原因呢和硅脂本身的这个配方和生产工艺有直接的关系。这里单独说一句啊，就是相变化材料因为低温下本身就是固态，和这个 dry out 的描述无关。另一个原因呢就是 pump out， 字面意思呢就是迸出。这个现象啊其实是由于涂了硅脂的那个芯片高温下产生了翘曲变形导致的，可以简单理解为热胀冷缩。但更准确的说呢，是芯片不均匀的热胀冷缩导致的。尤其是近几年啊，大功率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英特尔、AMD 的这个 H 结尾的那种裸呆的 CPU，
在本身只有就是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个芯片上，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8核、10核的这个计算单元之外，还集成了核显、内存控制器、缓存等等。但是这里面呢，只有计算单元这个部分，它的功率是最大的，动辄可以70-80瓦，甚至比如这个12900H 这个电脑啊，它能跑到100瓦的功率，发热量很大。所以在高功率下运行的时候啊，芯片不同的区域，由于功率密度的不同啊，它会产生明显的这个温度差异和热应力。另一方面呢，组成这个导装芯片模组的不同位置的材料，包括芯片的这个裸带，就是那个玻璃一样那个壳，还有下面的底部填充胶，焊锡材料，然后还有 PCB 板，以及我们给芯片安装的那个铜的散热器、铝的散热器。由于这些东西它们之间的膨胀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导致芯片呢在持续高功率运行的过程中啊，会产生微观层面的这个翘曲变形。根据专家的这个数据啊，这个局部膨出变形的这个量啊，甚至在极限情况下可以达到几十微米。那么这个芯片翘曲变形之后啊，就会和散热器形成挤压冲击。低温下呢，这个膨出部分呢又缩回去了。再加热呢，它又变形又膨出来了，反复的这个过程啊，就类似一个活塞式的水泵一样，挤压挤压挤压挤，把发热最大的这个位置的硅脂啊给挤跑了，就产生了所谓的 pump out 现象，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硅脂流失。这些呢是我们在售后过程中啊收集到的各种各样的图片，可以看到啊，芯片上的硅脂呢有明显的受力不均匀现象。这个把硅脂压缩到最薄的区域啊，就是芯片发热最大的位置。图片上用到的可能是下面材料，虽然没有被挤走，但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白点。如果是普通硅脂的话，发热最大这个位置呢就是裸奔的了，只剩下空气了，那导热性能就完全谈不上了。还有更多收集到的这种图片啊，都可以佐证我们上面说的这个翘曲变形的现象。并且呢，这个 pump out 和 dry out 呢，在很多时候呢都会同时出现啊。如果同时出现，一旦超过了业内呢对硅脂衰减定义的这个阈值，也就是热阻上升15%啊，就可以理解为导热材料的传热失效。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在笔记本 CPU 上这种翘曲变形的这种现象啊，在台式机 CPU 和显卡芯片上呢就不太明显，这是因为它们的这个结构所决定的。台式机 CPU 啊，它嵌焊上去了一个大顶盖啊，大铜盖。显卡芯片呢，是因为内部架构的原因呢，它的发热呢是比较均匀的，这个pump out的现象呢就不太明显。尤其是如果功率也不大的话，可能基本就感觉不到。但是如果功率足够大的时候，温度足够高的时候，这个 CPU 的铜盖啊，或者说显卡芯片，它整体的这个热胀冷缩依然会和散热器形成挤压冲击，从而导致 pump out 现象的出现啊。只是呢，没有笔记本 CPU 那么明显。我们有接触很多高端的玩家，长期跑大功率的这种桌面游啊、显卡呀，他们呢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硅脂的衰减。总之的话，硅脂的衰减呢，外因大概就是芯片不听话，老是顶来顶去的乱动；内因呢，大概就是硅脂本身的这个用料啊、配方啊、生产工艺啊这些差异。当然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使用场景，在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电脑、不同的散热器上，不同的硅脂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说起来呢，就有点太啰嗦了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详细展开。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测试呢，就是还原用户的真实使用场景，找几个这个电脑、显卡同时来进行测试，能有一个参照对比。下面呢就简单介绍一下未来几个月呢参与这个测试的受害者们。AMD 方的代表呢是我们的老演员红米记锐龙版，算是散热性能很一般的笔记本。英特尔方的代表呢是派出了2名选手啊，第一个呢是我们自费全新购买的一台拯救者 Y9000P22款，算是散热口碑比较好的电脑。英特尔的另一个呢是台式机13700K， 散热器呢还是 EK360的一个水冷。英伟达的代表呢还是这个超龙3080，然后把显卡呢和13700K 放到这个海景房里头进行整体测试。希望这些选手们啊，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能坚持下来，别真给烧坏了。当然，我们也留足了足够的预算，如果说真的是给烤挂了，我们也会购买相同型号的这个替补队员呢顶上去。其实这么多型号的电脑跑同一款硅脂跑半个月太浪费时间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些电脑呢复制多份出来啊，不管几个型号的硅脂，我们半个月呢就能对比出结果来。不过这样啊，第一投入有点太大了，第二就是我们整这个小程序啊，这个到时候如果人上门检查说我们挖矿就尴尬了啊，这个真说不清楚啊，懂的应该都懂。
还有呢，就是测试时间段的选择啊，因为这个口罩问题啊，耽误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啊，甚至到现在还有个别小东西竟然还没到货。时间的选择，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目前只能从12月15号到来年的4月份，就这里正好是我们的这个取暖季，室温呢可以做到相对稳定。通过目前测试调试的这几天，我发现，其实好像也不需要这个暖气啊，因为只要这几个机器开着，这个屋子也不大，然后这个室温轻松也干到30度。每个型号呢测试半个月，初步准备是测试7个型号的硅脂。第一个呢是信越7921网红型号啊，肯定不能少。第二个呢是信越7868，很多人反馈呢也都很不错。第三个呢是淘西5888，淘西呢就是之前的道康宁啊，虽然5888这个型号在零售领域一直是叫好不叫座，但是业内对这个硅脂的评价呢是非常高的。第四个呢是霍尼韦尔的7950，目前在笔记本上啊口碑很好的一个产品。7950啊是有膏有片儿，但是本身呢其实是一种东西，我们呢就任选其一。上面4个呢把信越、淘西、霍尼韦尔啊应该是硅脂行业里头的国际巨头御三家凑齐了。另外3款呢是新型号，正好我们借这个机会呢拉出来检验一下。第5个呢是我们极客温控呢找泰吉诺定制的一个型号，泰吉诺 PCM800X 也是相变化材料。第6个呢也是我们找泰吉诺定制的一个型号，泰吉诺 MNF 是一款硅脂，普通的硅脂，一款粉色的硅脂，这个也是 MNF 这个代号的来源。第7个呢是冷酷师9211，这个9211呢属于硅脂的范畴，但是呢又是一种很特殊的硅脂。是令我个人眼前一亮的一个型号，只有7款材料，数量上呢并不多，也没有大家熟悉的那些零售大品牌。如果这个测试方法呢是成功的，大家也有兴趣，我们将来呢可以把它覆盖到更多的型号上。具体的测试步骤呢，我们写了个测试计划，各种变量限定啊，讲起来非常的啰嗦，我们就打在屏幕上，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详细了解。我们还装了一个延时摄影设备，全程录像，还搞了个监控，随时可以观察这些机器的情况。在经过了几轮这个调试测试之后啊，目前看情况比较稳定。由于我们买了这个拯救者啊，正好呢就对比了一下它原厂用的到底是不是7950，也做了一个小视频啊，后期会发出来。同时呢，在别的电脑上呢，我们也同步就给换上了7950，并做了一个详细的校准测试数据，数据如下。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中呢，我们会慢慢将这些表格呢填满。这期间呢，我们会考虑测完一个型号呢，就公布一个型号的数据出来。明年4月份所有的测试数据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做一个整体的总结。那么我们这个测试计划的启动部分呢，就介绍完了。觉得我们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呢，给我们来个关注和一键3连，这是我们把这个测试计划呢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好，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感谢你的观看，我们